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玉那坝康高医生所著的《半日进食，健康无病，无需药物》这本书。在当今社会，肥胖、高血压、癌症以及生活习惯引起的疾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。尽管日本以长寿而闻名，但人们的健康寿命却在减少。大家身边可能也有很多人身体状况不佳。本书强调了通过进食来改善现代人健康的重要性。虽然很多人对进食的健康效果有所了解，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并不太容易。很多人总是忍不住想吃东西。针对这些人，我强烈推荐看完这个视频。通过这个视频的解释，您可以轻松掌握如何进行进食，特别适合那些希望通过无副作用、不依赖药物的方式调理身体的人。无论您的年龄大小，只要学会本书中的简单进食方法，您就能养成细心照顾自己身体的习惯，自然而然地拥有年轻的身体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半日进食的惊人健康效果；第二，半日进食的做法；第三，与进食配合进行，效果会倍增的运动和生活习惯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半日进食的惊人健康效果来开始解释。许多人认为进食只是为了减肥或是修行，但其实并不仅限于此。进食实际上有着药物和就医无法带来的诸多健康效果。作者是一位被誉为健康惊人的95岁药剂师，他坚持半日进食已有58年之久，通过自身的经验和医学知识，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进食的各种知识。我相信在看完这个视频后，您肯定也会迫不及待地想将进食融入自己的生活。在这里，我将进食的知识总结为以下3个要点：一、改善便秘，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恢复力；二、通过激活长寿基因，延长健康寿命；三、促进自噬机制，保持身体年轻。接下来让我详细解释这3个要点。首先是第一个要点，改善便秘，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恢复力。进食可以简单地减少体内的食物摄入量。现代人往往摄入过多的食物，导致肠道处于麻痹状态。由于过度饮食引起的肠道麻痹，实际上就是食物在肠道中造成了堵塞。通过进食来缓解这种堵塞现象。就像要使拥堵的道路恢复畅通，就必须禁止新的车辆进入一样。现代人的饮食习惯，除了1天3餐外，甚至还有零食，不断地给肠道添加新车，导致严重的便秘问题。通过半日进食，我们可以有效减少肠道的负担，使其恢复正常功能，改善便秘问题，并显著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恢复力。肠道无法处理堆积的食物残渣，导致宿便不断积累，情况会越来越糟。当食物摄入量超过肠胃的处理能力时，肠道会受到负担，这就是便秘的状态。这时毒素也会在体内积聚，结果原本应该排出的重金属和食品添加剂等毒素在肠道中停留，反而被重新吸收。这些毒素返回体内后会污染我们的血液，引发各种疾病。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，必须缓解肠道的堵塞情况，减少食物摄入，减轻肠道负担。这就是进食的意义所在。通过进食，肠道可以得以休息，麻痹的状态也能得到缓解，宿便得以排出。此外，还有一种肠道消化酶叫做胃动素，它在空腹时分泌，对肠道健康至关重要。虽然这种酶可能不太为人所熟知，但它能促进肠道蠕动，推动宿便的排出。如果胃动素能够充分分泌，就能有效地清除宿便，缓解肠道拥堵，防止毒素积累，使血液恢复正常。当血液清洁时，细胞会焕发活力，预防和改善疾病、美化肌肤、抑制体味等效果也会显现。这种健康效果非常强大，因此仅通过进食，身体就能恢复正常。真的就是这么简单。改善肠道环境也会提高人体免疫力，因为肠道中集中了70%的免疫细胞。解决了便秘问题后，肠道恢复到理想状态，
有益菌群的作用就会增强，食物消化吸收和免疫细胞的活性化也随之提升。免疫力提高后，不仅患感冒的几率降低，还能让人保持充沛的精力。引入空腹时间还能让肠胃等器官得到充分休息，营养吸收效率会提高。身体和内脏如果不需要处理食物和排泄物，就能彻底放松休息，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如果能够维持这种状态，身体将把原本用于消化的能量用于自身的修复，提高身体的恢复能力。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，通过激活长寿基因，延长健康寿命。多项研究表明，延长空腹时间可以激活一种被称为 sirtuin 的长寿基因，从而来保持身体年轻。这种效果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。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长寿研究专家戴维·辛克莱尔教授在其著作中指出，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地延长健康寿命，就应该减少进食量和进食次数，通过合理安排空腹时间，人类的健康寿命可以延长至120岁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通过限制卡路里的摄入，可以启动细胞修复系统的生存机制，延缓人体的衰老。在实际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在一项针对猴子的研究中，通过对猴子进行卡路里的限制，20只猴子中有6只活到了40岁。猴子的40岁相当于人类的120岁，这一结果真是令人惊叹。此外，这个实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，对中年猴子进行了卡路里限制后，也能看到寿命延长的效果。这意味着我们人类无论年龄大小，都有可能通过进食来延长寿命。因此，仅仅因为自己已经不再年轻而避免尝试进食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开始进食永远不会太晚。将本书介绍的半日进食引入生活的话，就可以激活我们的生存机制。换句话说，与其长期依赖声称能够提高健康的补充剂或药物，不如通过减少食物摄入、留出空腹时间这样简单的生活习惯来提高健康水平。这不仅不需要花费太多金钱，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实践。这就是进食的魅力所在。接下来是第3个要点，促进自噬机制，保持身体年轻。自噬是一种细胞代谢机制，能够清除老化的蛋白质，促进身体的更新，从而保持年轻和健康。自噬可以被视为身体自带的一种净化功能，它不仅可以预防癌症、糖尿病、阿尔茨海默病等慢性疾病，还有助于延缓皮肤和肌肉的衰老，使外观看起来更年轻。然而，在现代的一日3餐中，我们往往无法充分激活自噬机制，因为它需要至少16小时的空腹状态才能启动。因此，只有将饮食习惯调整为每天1到2餐，并有意识地留出空腹时间，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噬的效果。糖尿病专家青木厚医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，通过每天超过16小时的间歇性进食，他成功缓解了自己的舌癌的症状。自噬机制的不断净化身体，使他成功治愈了癌症。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显示，进行12周16小时间歇性进食的实验组，摄入的卡路里比其他种类的进食实验组少350千卡，平均体重下降了3%，最大血压降低了7个单位。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自噬机制的有效性。掌握了这些知识，我们就更有动力进行16小时的间歇性进食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轻松地启动身体的自我净化系统，远离疾病和衰老，使身体焕然一新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半日进食的做法。进行数天持续的严格进食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，但若是在1天之内完成间歇性进食，则每个人都可以相对容易地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。尽管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进食的效果，但对于那些难以忍受长时间饥饿感、难以实践的人来说，半日进食可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。如果您正考虑开始尝试半日进食，特别是初学者，请务必参考以下3点。首先是第1点，上午不摄入固体食物，只饮用水、
茶、青汁或蔬菜汁等液体，让器官得到休息。作者推荐饮用柿叶茶。柿叶茶富含维生素 C， 是一种有助于增强血管健康、预防认知症的弱酸性的茶饮。过量饮用绿茶要引起大家的注意。虽然绿茶富含维生素 C 和儿茶素等优质成分，但因其呈碱性，可能会引发肠胃炎症。在日常生活中适量饮用通常不会有问题，但在禁食期间应避免大量饮用。关于蔬菜汁和青汁，建议选择市售或自行混合蔬菜制作的产品。这些饮品对于进行禁食时摄取营养而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非常有益。请根据个人喜好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市售的蔬菜汁和青汁通常含有甜味剂、防腐剂等添加物，食物纤维可能也会受损。使用这些产品可能会降低其健康效果，甚至可能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建议选择安全和营养丰富的自制产品。自制的蔬菜汁和青汁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相较于市售产品，自制的饮品能够保留生蔬菜中通过加热容易丢失的酵素和维生素，因此其营养价值更高。另外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蔬菜汁和青汁是液体饮品，所以可以随意饮用，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基本上摄取量应该在一天180毫升左右为宜，喝太多可能会对我们的肠胃造成负担，所以要注意控制饮用量。另一方面，人体每天通过呼吸、出汗和排泄约失去大约2.5升的水分，因此及时补充水分非常重要。推荐每天饮用1到2升的水或茶，以保持身体内的水分平衡。关于温度，最适合的是与体温接近或略高于常温的温水，冷水可能会对内脏造成负担，所以请尽量避免饮用。如果习惯性的喝冰咖啡或果汁等冷饮的话，建议尝试切换到常温的水或茶，特别是在炎热的天气里，人们常常会渴望喝冷饮，但请大家尽量忍耐并选择常温饮品。最后，关于饮水的方法，不要一口气喝下去，而是要慢慢、缓慢地喝。慢慢饮用有助于促进生理作用，维持神经和血液流动的良好状态。接下来是第二点，摄取食物时要注意营养平衡和8分饱的量。半日进食并不是一整天都不吃东西，而是在一定的进食时间后就可以吃东西了。然而，如果在可以吃东西的时间内暴饮暴食的话，那就失去了进食的意义。一些人可能会误以为，在16小时的进食后的8小时，可以随意无限量的吃喜欢的东西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让内脏在上午休息，而在其他时间过度使用的话，其健康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当然，由于摄入卡路里的减少，体重可能会减轻，但作者想向大家推荐进食的原因，并不仅仅是因为体重减轻或减肥效果，而更重要的是想要教给大家有关的健康效果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在选择进食后的食物时，能够认真考虑，尽量选择对健康有益的食物。即使您保持传统的饮食方式，也需要注意平衡和摄入量。如果改变饮食习惯感觉很困难，您可以从选择健康的食材开始，尝试增加一种食物，或者减少另一种，这样就能带来很大的改变。具体来说，建议选择大豆及其制品、芝麻、海藻、蔬菜、鱼类、蘑菇、地瓜等食材组合，选择这些健康的食材，并将其积极地融入我们的饮食生活中，就能轻松实现营养平衡。尽量避免过多依赖晚饭或面食等单一热量高的饮食，而是尝试富含丰富多样食材的饮食。在这里特别推荐的是玄米。据说作者每天都以富含酵素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的玄米为主食，搭配各种蔬菜沙拉、凉拌菜和炒菜。他注重选择自然栽培的蔬菜，并避免过度加热，以保持其营养成分。作者还强调了每天喝味噌汤的重要性。每天摄入发酵食品味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习惯。据报道，
在长期原爆的受害者中，每天食用味噌汤和玄米的人康复的速度较快，症状较轻。这再次证明了玄米饮食的健康益处。此外，对于动物性食品，作者建议多摄入鱼类，特别是富含优质油脂的青鱼。青鱼富含健康营养素，可以经常食用，建议整条鱼进行烹饪。罐装沙丁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相比之下，牛肉、猪肉和鸡肉等肉类应该适度摄入，因为它们含有大量的脂肪，难以消化。这与半日禁食的饮食方式不太相容，特别是加工肉类制品，如火腿和香肠等，应该尽量避免食用。即使努力进行禁食来净化肠胃，如果继续摄入低质量的油和添加剂，健康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最后，控制饮食摄入量至8分饱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吃得太饱，动都动不了，那就算再健康的食物也会给肠胃带来负担。此外，在进食时充分咀嚼也是很重要的。咀嚼食物直到在口中融化，有助于更好的消化，并且能更快地感到饱腹感。这种习惯不仅对减肥有效，据称在美国，实行咀嚼疗法的超过100公斤的肥胖者，平均体重减轻了，也能产生显著的健康效果。接下来是第3点，尽量不吃早餐，挑战16到18小时的进食。半日进食中最重要的是进食的时间长度。一般来说，为了充分发挥半日进食的效果，需要设定16至18小时的进食时间。一开始可能觉得这么长时间的进食很困难，但其实如果把睡眠时间也算进去，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难实现。作者特别推荐的饮食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6点，在这段时间内吃完午餐和晚餐，然后将剩余的时间用于进食。这样的节奏下，进食时间约为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，加上上午的5小时和晚上的4小时，即使不习惯进食的人也可以相对轻松的尝试。特别是在身体处于排泄状态的上午进食，对改善便秘非常有效。坚持下去，你还将发现皮肤问题、肥胖、抑郁等各种不适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效果。作者推荐不吃早餐的进食方法，以实现卓越的进食效果。这种不吃早餐的进食节奏与我们身体的昼夜节律生物钟相吻合。我们的身体受昼夜节律基因控制，白天活动，晚上休息，并按照早上排泄、中午吸收、晚上消化的时间表运作。因此，从晚上到早上不进食，然后在中午开始进食，是一种非常合理的饮食习惯。另外，超过16小时的进食还能促进体内自噬系统的活性化。这种进食时间表有诸多好处，不仅能支持身体的规律运作，提高生活质量，还能延长健康寿命。请大家务必尝试一下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与进食配合进行，效果会倍增的运动和生活习惯。作者强调了需要注意生活习惯和运动，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进食的效果。优秀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，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将其融入生活中。首先是第1点，身体的4大不平衡是所有疾病的根源。这里说的4大不平衡是指脊柱的异常、血液循环的不平衡、神经系统以及酸碱平衡的失调。脊柱与身体内的多个内脏相连，如果脊柱扭曲，就会影响内脏的功能。例如，当实际的12块脊椎骨中，第5块出现问题时，就可能导致胃部不适，而第9和第10块的问题则可能引起肾脏异常。这种关系已经在100多年前的研究中被揭示出来。因此，脊椎问题可能成为内脏疾病的一个根源。由于现代人长时间坐办公室和缺乏运动，很多人可能无意间增加了内脏疾病的风险。此外，人类是2足行走的生物，手和脚的血液循环速度可能会有所不同，尤其是由于下半身承受重力的影响，血液在这部分更容易滞留，这会导致全身的血液流动不平衡，无法充分地为全身细胞输送养分，从而导致身体的各种不适。再者，
人类很难均衡使用左右两侧的神经系统，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的失调。右撇子的人可能会更多的使用右侧，左撇子的人则可能更多的使用左侧。这种左右神经的不平衡会影响到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，从而损害健康。最后，还需关注体内酸碱平衡的紊乱。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属于酸性或碱性，比如食物中，肉类为酸性，蔬菜和水果则为碱性；而在活动中，运动为酸性，睡眠则为碱性。人体的体液是弱碱性的，但若倾向于酸性或碱性，都有可能引发各种疾病。接下来是第2点，调整身体4大不平衡的4种运动。为了有效地调整上述4种身体不平衡，本书介绍了与西式健康法相关的4种运动，并建议将其与进食结合起来。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每天早晚各做1次，但如果是为了改善疾病或各种身体不适，每天早中晚各做1次可能更为合适。这4种运动包括：1. 调整脊柱不平衡的筋鱼运动； 2. 平衡血液循环的毛管运动； 3. 调整神经功能的合掌和直运动； 4. 调整酸碱平衡和自主神经的背腹运动。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视频来尝试一下。接下来是第3点，如何养成2种能够获得强健体魄的生活习惯。西式健康法认为，除了少食和运动之外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也应该符合健康法的要求，其中睡眠习惯被最为重视。西式健康法建议在硬板床上睡觉，并使用较硬些的枕头，这样可以使睡眠更加舒适。许多现代人习惯睡在弹簧床或软床上，但这样会导致身体下沉、脊柱扭曲和血液循环受阻。而硬板床可以强制调整脊柱和颈椎的扭曲，改善头痛、肩颈疼痛和手麻等问题。起初可能会感觉有些不舒服，但是习惯以后，你会感受到身体的轻盈和各种不适的改善。实际上，有很多开始使用硬板床的人都反映说，他们不再感到手臂无法举起，肩颈疼痛也有所缓解。另外一个推荐的生活习惯是温冷浴，这是一种锻炼皮肤的沐浴方法。通过交替浸泡在温水和冷水中，可以收缩皮肤，防止细菌和病毒的侵入。此外，这种沐浴法还具有美肤效果和预防感冒的效果。通过收缩毛孔来清洁肌肤，使皮肤更加健康，增强对温度变化的适应能力，减少感冒的机会。操作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在16到17摄氏度的冷水和40到43摄氏度的热水中交替浸泡1分钟，重复7到15次。虽然我已经解释了这个过程，但是如果您没有去温泉或者其他浴场的话，要想在家中实践的话，估计会有些困难，因为很少有人家中会有2个浴缸。因此，如果在家中进行的话，建议用装满热水的浴缸和淋浴来代替。如果您每次在热水中泡浴1分钟，然后在冷水淋浴1分钟，这样您就可以做温冷浴了。在温度方面，不要过于严格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季节进行调整，不要给自己额外的压力。通过介绍运动习惯和生活习惯，可以更有效地增强进食的效果，也可以预防疾病。实践这些运动和生活习惯，可以全方位地照顾身体。通过调整睡眠和沐浴等生活习惯，可以从根本上使身体更加强壮健康。作者实践的进食和运动方法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实践的常见健康法，因此不需要购买药物、补充剂或特殊的运动器材。您可以随时从今天开始。当然，突然严格限制饮食并过度运动对身体是不利的。您可以从每天12小时的进食开始，然后逐渐过渡到16小时到18小时的进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